Hello， 大家，这一次的旅行呢，来到了彰化鹿港跟云林古坑，然后非常的惬意，因为我们没有做太多的计划，所以完全就是跟着美食走，还有跟着感觉走，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很废的旅行，可是很放松。然后因为我自己对吃播啊，然后看那种吃的影片都很有兴趣，所以这次我就来挑战，我把所有吃的东西挤在一个影片中，然后做一些美食的分享。那但是我在做影片的时候，我发现可是还是有一些景点想要记录一下耶，因为就实在是太美了。然后我想说，可是如果两个放在一起，可能会有一点长哦，所以我这一次打算就是分上集跟下集。那下集呢，我就会把我去的景点，然后好玩的地方，还有我的一些心得感想、一些体会，然后再跟大家做分享咯。那有兴趣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好，前往彰化的路上呢，我们先下去台中清水吃一些小吃。原本是第一个想吃的是擀面，结果发现我开到门口的时候，他今天竟然休息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好，那去吃另外一个米糕好了。那台中清水有蛮多家不同的米糕，这一次我们选的是王塔米糕。那呢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老的店哦，因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有印象，只是当时对它的味道好像不是特别的喜欢，所以后来长大很少跟家人来吃。然后这一次我们点了3样东西，一个是干面，然后一个是米糕，然后还有一个贡丸汤。我吃不出来是什么味道我有声音不是麻，也不是麻酱，然后也不是甜辣酱，可是我觉得蛮特别的。怎么说？我觉得我们太不常煮菜，所以你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，可是是有吃过。那个味道我是忘了。这个贡丸很没有贡丸汤的颜色哎，通常贡丸不是有一点它那个肉色吗？吗？对对对，它就感觉像鱼丸，就来喝喝看那个味道。好，我们现在吃。怎样？你觉得？好，你感想如何？很好笑。我觉得我吃完啊，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有来吃过那个阿财米糕，但是我这次会选择王塔。其实我小时候有吃过这家，我觉得阿财的口味比较适合我，但是会选择王塔，就是这个，噔噔，帮我绕一圈。这对什么很重要？这对开车族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来吃王塔的话，旁边会有免费的停车位。我上次吃那个阿财，我大概走了10分钟才找到停车场，然后还要付费，可是阿财就不用。然后我们今天吃的是米糕跟油面跟那个贡丸汤。我觉得米糕的话，我比较喜欢小时候的那种达拉米糕，因为达拉米糕它比较没那么油，然后它是有酱油的香味，然后还有香菇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还有一点点虾米的口感。然后有时候会像加点肉松跟土豆，可是像这一次的王塔米糕，它比较是属于纯脂肪，就是很多卤肉而且它卤肉上面不是瘦肉型哦，都是肥油型。那它的油面也是属于扁条系的油面，然后当然会加一点葱段啊，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一个豆芽菜，然后它上面撒的它的酱汁跟米糕的酱汁也是一样，然后它又会再放一些肥油肉、肥猪肉，然后它的贡丸汤蛮特别，因为跟我想象不太一样，跟我平常吃的贡丸不一样。我们刚刚的感觉是它的贡丸比较像是它看起来颜色偏白，没有像肉感那么重的灰色，然后它也没那么 Q 弹，它是 Q， 但它不是硬的那种，它比较像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鱼丸的口感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评价的还蛮不错的，它就是很油，所以因为很油也不是我的专业，不是你的菜。对，可是那你说的阿财有比较像你小时候的那个样子吗？对，它也是属于油，可是它好像它的那个酱油感的味道稍微多一点，然后它的肥肉少一点这样子。OK。好啦，吃完咸的，我们要去吃点甜的。然后当我们在鹿港的时候啊，我第一家去的是这个
第一市场旁边的发髻荤桂。因为我在看一些部落客分享的时候，蛮多都有提到这个荤桂耶，应该是因为它物美价廉，然后它又非常传统又非常在地，所以应该蛮多在这个鹿港，如果你要吃甜点的时候都不会错过这一家。然后吃一吃的时候，我朋友他自己有一个好玩的插曲，然后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好笑的插曲。好，刚刚吃完这个荤桂。然后呢，讲一下我心得。我觉得荤桂其实你口罩得拉下来。好，就是我还蛮意外，它其实荤桂完全不甜。这不是正常的吗？因为我以为它是，你知道像我们吃豆花还是什么藕梨的那一种，它都会有一点甜度。可是荤桂它是完全不甜，它就是着重在它的糖水。然后它的糖水，我原本以为是那种黑糖或是玉米的那种玉米果糖的那种，可是好像不是，那我也吃不出来，可能就是砂糖之类的。然后荤桂的口感，其实我不常吃，我通常吃的是因为有吃那个好像是益美还是什么冰淇淋，有那种小美冰淇淋，对，里面有那种荤桂，我才会吃到，所以这一次算是比较特别，是单独吃荤桂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口感，刚刚我的小帮手有帮我确认一下是地瓜粉做的，然后我觉得它接近果冻，但是它比果冻更有弹性跟粘性，所以吃起来就是有咀嚼的口感，但是它本身是几乎没有任何甜味。然后小帮手看它好像是可以带回家放的，就是可以放冰箱，好像可以冷藏还是可以吃。那小帮手你要补充什么吗？可是我现在补充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哎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把它不要，就是到时候你今天讲，我把它消音。把它剪进去。就是其实呢，我刚刚吃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吃的实在是有点不敢，就是在往深处想，因为我看到一个就是可怕的画面。你说做荤桂的时候吗？不是，是我跟你说，我的那个汤匙它其实上面有口红印，就是它那个它没有洗干净。哦，对，所以其实我就觉得不要多想。对，这种事不要多想，就是OK， 就这样子。好。那在逛完第一市场之后呢，我们就去逛逛鹿港老街啦，然后龙山寺啊、天后宫啊，然后还有博物馆。然后到下午肚子饿的时候，我们就打算再去吃一个鹿港名产，就是肉包。然后肉包也超多家，那这次我自己比较有感觉的，我是选择阿正肉包。然后我们就是买一个基本款的22块钱的肉包，然后来体验一下这肉包的口感。好，来尝一下阿正肉包。刚刚呢，志纯已经先吃了，他说因为1颗22，所以他说不是那种很多馅料的，但是是那种精致的小巧的。我每次都觉得说要给别人看这个，就觉得有点，看到肉其实就是正常 size， 然后就是看味道。偏甜，偏甜，然后像是寿喜烧那种酱油的甜，然后好像有一点点姜汁的味道。在那边乱讲一通，你好，再一口。还不错，好 OK。那吃完肉包呢，因为我实在是爆饿，所以就赶快跑去庙口旁边吃晚餐。结果因为真的是太饿了，我连那个摄影机都没有打开，所以就有点可惜。那隔天早上呢，我们又回到鹿港的第一市场来吃霸丸。然后这个很特别哦，它是用芋头做的霸丸哦。因为通常霸丸的话，北中南不太一样，但是它的皮几乎是一样的。可是这个是它的皮里面加上芋头块，也可以说是芋头签，而且它只有开早餐，它只卖到1点半，所以喜欢芋头的人千万不要错过。我好像是看到时尚玩家所以过来的，那我们就一起来体验看看吧。哦，它的它的皮就是芋头桂的皮，然后里面的肉还是稍微的肉。已经按了哈，好。
嗨，大家，就是我来讲一下我刚刚吃完那个芋头签的感觉，就是因为我本身是芋头控，所以我很喜欢吃芋头。然后刚刚令我蛮惊艳的是，因为通常那个霸王啊，它是属于外面如果你吃霸王，它都是吃那个 Q 弹的地瓜粉的那个皮那个皮度。可是刚刚它的那个芋头桂啊，是那种皮很薄，地瓜粉很薄，可是芋头签非常满。那像我平常是吃咸酥鸡会点芋头桂的人，那芋头桂的话，它大概是可能芋头签可能只有占2成，然后剩下就是那个地瓜粉那种 QQ 的那一种。可是像刚刚那个芋头签应该有高达7成，所以就是皮薄馅多，然后它的馅又是跟一般的芋圆一样是那种猪肉馅，所以它就是很饱满。然后它的酱也好吃，因为它的酱是属于就是有白色跟粉色，那个粉橘色是属于辣酱，它的辣酱是辣中带甜，因为它是属于像甜辣酱，所以它的辣度蛮低的，它的甜度比较高，像是我喜欢吃的台中霸王的那一种甜辣酱。所以就觉得很好吃。然后因为这是我们已经第2个早餐了，就是我们刚刚是吃那个原本是吃三明治，然后现在正在吃芋圆，等一下还要再去彰化市北门吃北门霸王，所以等一下肚子可能会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先吃再说。好。结果呢，因为我们实在吃得太饱太撑了，所以我们就放弃这个北门霸王。这北门霸王只能等下一趟旅行咯。但是呢，彰化的这个鹿港早餐，我们还吃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它是西式的早餐店，它基本上就是卖三明治，可它的名字实在太酷了，叫做嘎拉本萨。好，不要问我怎么念，也不要问我怎么写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。那我们认识他的缘分其实还蛮特别，是因为前天晚上我们吃饱饭在逛街，然后就跟店员闲聊，想说，是不是鹿港人早餐都是吃这种路边小吃啊？他说没有，他是吃西式的。我说，那不然你推荐一下好了。他说有一家文青开的店叫嘎拉本萨。我说哈，怎么写？怎么 Google？ 然后他就当场就是帮我们 Google 起来。我们想说好，那我们来吃吃看好了。那我们到店里面呢，觉得它的确是蛮文青风，蛮特别的，然后价格跟台北价位差不多，然后东西是好吃的，对啊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一下这个口感咯。好，我们来讨论，再评论一下，你觉得刚吃的怎么样？我先讲好了，然后你再补充。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点2份嘛，一个是打泡猪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打泡猪一点都不泰国，不泰land，是台湾的打泡猪，因为它没有泰国的那种酸甜感，然后它也没有那种就是辛香料的那种味道，所以它是完全的台式炒的猪肉，但是它加了一点辣椒，然后它的不是辣椒酱的那种，它是辣椒的口感，然后所以我觉得它是比较属于台式打泡猪口味，那它的口感是蛮丰富的，它是厚度是够的，它的蛋是双层蛋。然后另外一个芋泥我觉得还不错，是因为它完全不甜，所以它是像是吃那种芋泥卷的生鱼卷，它一点都不甜，然后它是比较有扎实度、有厚感的。然后它的因为它配的那些面包，它都有烤的那种恰恰的这种酥脆的，所以整体来说，它算是台北的价位吧，因为它是一个是70块，一个是50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还不错。然后它的我们点的红茶它没有办法去糖，所以它是有糖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比较可惜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咸跟它的甜如果搭配无糖会更加分，更提味。好，我们之前有没有补充的？你的感觉？我觉得差不多，就像你说的，它那个打抛其实没有特别的，完全不太特色。对，但是芋泥我也觉得很不错，就是它不会很甜，就是应该就是不甜的那一种。我喜欢那种比较展现原味的那样子。然后红茶就是一般啦，可是我觉得这种25块 OK 啦。好。